人类有好几种方式可以接近智慧，一种是你可以通过实验不断的去逼近它，就像 agent 这样子，我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跑1000个 loop， 然后最后我看结果，对吧？另外一种就是你有自己的 insight， 你有自己的直觉。那直觉是什么呢？没人知道。因为虽然语言模型是通过神经网络模仿人类的大脑的工作机制来实现的，但是人类的大脑还有很多尚未被开发、尚未被理解的部分，所以没人知道直觉是什么。你为什么可以从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情发散到一个毫不相关的想法，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人相对于 agent、相对于语言模型来说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有想象力，而且这个想象力有的时候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经常使用 Cloud Code，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深入思考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去评判你的想象力，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有的时候他会用很多感叹号，因为他自己也没想到。因为语言模型的搜索是根据向量的分布来算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个概率模型。如果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按常理，那他就想不到。OpenCloud 也好 ，OpenFont 也好，这些 agent 的 matrix 现在都在尝试去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发散思考，就是 research 的能力 ，auto research 的能力。这个 auto research 的能力就可以代替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的思考了。而且你知道，人类是不太愿意思考的。大家如果有个抖音，就一天刷10个小时抖音，他不太愿意去想东西，他就只想娱乐，对吧？因为这样会最大的去刺激你的大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生成多巴胺。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被 agent 的代替，无论是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业余的一些兴趣爱好也好，你就必须得去使用第二种方式去寻求智慧，就是你要培养自己的直觉，你要培养自己对所有的东西的感受。但是我很难去描述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如果你通过前者，你可以在现在开始，就像你刚刚说的，这对于青少年来说的现在的这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现在开始使用 Cloud Code 来卷赢其他人，但是6个月以后，这个也会变得没有意义。你可以通过不断的实验来逼近智慧，但是在长期来看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自己和代码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人是有 insight， 但这个 insight 也是受到环境影响的。你看的书不一样，你的成长历程不一样，你可能你的心理状态、你的性格、你的童年时候的经历过的事情不一样，你的 insight 就会有不一样。对，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但是我很难描述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变成这样的人。我不觉得每个人使用 Cloud Code 是个普通人，就算你普通，你用的这个模型也是比世界上99.999%的人都要厉害的模型。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大师在背后不断的给你输入功力，你只要去用他的功力去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想法在现在这个时代反过来就变得重要了。以前大家说那个想法不重要，行动重要，现在可能是正好相反。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有独特的想法，那你就要想，我做出来之后别人会不会模仿我？但是我也很赞同那个 OpenCloud 的那个创始人昨天还是前天发的推，他说腾讯在抄他们的那个 Cloud Hub， 然后把他们的那些 scale 全部复制过去。然后他今天上了一个更新，然后转了一下那个更新，说 We ship faster than you clone。他说我们发布的比你拷贝的还要快。对，这也是一种思路，就是你可以变得比别人更疯狂。对，我今天还看到东旭，我美国的一个朋友 TIDB 的创始人，他转发了一条推，有一个人买了那个石头的那个扫地机器人，那个扫地机器人是有一个那个抓子可以抓东西的，然后他就通过 Cloud Code 来自动的和这个扫地机器人去建立通信，让他自己的龙虾来指挥这个扫地机器人干活。因为以往你需要打开一个 app， 然后告诉这个扫地机器人你要扫我客厅我要出门了。对，他现在就让龙虾自己来指挥，家里什么时候脏了你自己每天转一遍，看哪里脏了就扫哪里。其实我为什么选择生活在日本呢？日本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这个我很早就知道了。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选择生活在日本，因为大家能够过上这种经典的生活很不容易。对，你 AI 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混乱。其实 Corona 的之后开始就已经很多社会造成很大的混乱，然后你还可以生活在一个稳定有期望的，可能从小到大你的小孩的朋友都是和他在一个地方生活的这种经典的社会，很难得的。对，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你会发现很多有冲击力的这种有破坏性的这种改变，都会让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所以其实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它确实会有你说的，它存在很多，比如说老人政治或者工厂里这种年功序列，会导致他们改变的速度很慢。
对，我觉得每个社会都会存在这种人，是因为这是它人口结构决定的，这个没有办法改变。接下来的时代当中，我们不知道啊，现在市场包括市场其实也在定价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啊。有 AI 能力的国家，它可能会因为一些人一些事情的变化，造成经济上的一些分配，尤其是分配制度。其实分配制度是大家最关心的东西，没人知道会是什么样一个方式实现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赞同你说的，大部分人其实就是想过普通的小日子。那过普通的小日子，在日本是非常非常好的。对，我也是想过普通的小日子，所以我就想来日本生活的。如果你想去 like 每天你都生活在疯狂和变化和 like want to make something to make the world better 这种地方，那你就应该去湾区。你想赚大钱就想去湾区，就应该去湾区。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在家里可以享受这种精神的乐趣 ，web coding， 出门我可以有白云蓝天，然后进到咖啡馆里面都是穿着很漂亮的男男女女的，然后在喝咖啡。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世界啊！世界上还有什么社会可以有这样的？如果你在湾区 web coding， 你出门就只能去吃一些地上有蟑螂在爬的那种中餐馆子。我不是说开玩笑啊，就是世界上可能最有钱的人在湾区过着最糟糕的生活，在北京也是一样。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 work-life balance， 然后同时你又有像超人一样的能力，在日本社会非常非常好。对，如果你想站在日本社会那些老人政治、那些年功序列的那些老头身上去思考问题，他们当然不愿意改变，对吧？说的不好听点，我妈妈年纪大了，那些人我跟她说什么有的没的，她也不愿意改变，她就想过一些，对吧？也活不了多少年，大概活不了多少年，就想过一些真正 real life， 对吧？想过一些 real life 而已，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对，另外一个畅想，我觉得关于什么宇宙是不是模拟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马斯克不是经常说这句话嘛？对，我其实，量子力学关于宇宙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没有过去、未来和现在，就是所有的信息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系统内部，你在系统内部永远没有办法观察到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对吧？为什么光速永远不变啊？但是我觉得未来人类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技能，同时又可以不需要依赖人了，那其实这个本身这个族群就是已经在进化了。那么他们可以去探索其他的星球，可以去建立更好的社会，更好的美国啊，更好的美洲。所以肯定会有一个社会完全依赖 AI 进行，然后它非常富有，生产率非常好，同时景色也非常棒。对啊，希望我可以活到那一天。就是人怎么和这个 AI 一起去 involve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思考太多，你就去用啊。如果你每天有像我一样10几个小时时间再去用，和他去对谈，和他去就是去引发思考的过程，而且我会把我思考的过程全都记录在推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有很多东西它不是我们单向的去思考可以能够感受到的。而且我们人类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我们没有办法替代别人去感受，所以就算是我说出来，其实大家也感受不到。你必须得去用，你用了之后，切身实地的你自己的一些场景去体会。无论你是像你刚刚说的是想要去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是有什么情感问题要和他去咨询，你都会发现，他会有很多的东西在另外一个视角去启发你的这个思考。这个其实是 ChatGPT 就有的，这个和 Cloud Code 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 Cloud Code 最大的一点 ，Agent 最大的一点，它会自动帮你去做。对，然后想法和变化之间的这个隔阂，如果把它弥合了之后呢，其实人会感受到的东西更多，因为人很难推动自己的思考到行动啊。我有一个逻辑，我觉得首先世界上大部分人他不愿意思考，他思考就很懒惰啊，懒得思考。第二就是，就算他思考了，他也很难推动自己的行动。如果你可以在这2个阶段都达成，又可以有丰富的思考，又可以推动你丰富的思考变成行动的话，你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人。很多时候这需要你自己来探索，对，但是有了 Cloud Code， 有了 Agent， 你可以让你探索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最后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I don't know， 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一个人可能抵好几家公司，一个人做的事情，写的文章，以往你写文章你要投到报刊，可能只有这个报刊的订阅的人可以看到，现在你在推特上写文章，也许一篇文章就有上亿的阅读量。然后你知道马斯克在推特上使用阅读量来分成，所以我今天看到最大的新闻是有一个人通过 CGIM， 就是那个 Gmon 2.0 做了一个模仿那个星球大战的一个视频，然后获得了$26,000的分成。对，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什么事情能够成功，但是你必须得去做。
对，现在有了 Cloud Code， 有了 Agent， 你能够做的事情比以往多了100倍，所以就去体验就可以了。就像如果我是一个冲浪专家，然后你跑过来问我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好的 surfer，I don't know， 你就每天就冲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没人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去掌握平衡，怎么样可以准确的抓到浪点，没人能够准确的用语言告诉你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智慧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去探寻它，没办法言传。比如说打伊朗啊，他们只要在地图上用鼠标点一下，然后所有的火力都会被自动的通过人工智能去调度，去打击这个目标。你能想象吗？就是这已经不是一个你用它来去写一个 paper 或者是做一个网站那么简单的事情，它可以调度世界上各种各样他们能够调度的情报，然后通过火力来打击，它可以干任何事。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很多人他很反感 AI， 很可怕的事情。对，这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想法。所有科技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我自己，都是反人类主义者。对，真的，因为他们都在反人类原本的样子，都在尝试让人变成一个奇奇怪怪的其他形态的东西，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这个形态是什么。但是所有人都有强烈的动力，硅谷的那些所有的这种大的公司的 CEO、Meta 也好，老黄也好，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极其强大的动力去往这个方向去 involve，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吸引力啊，生产力。对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吸引力，但是极其强大的生产力就是极其强大的权力，对吧？它可以影响各种各样的人的心智，可以影响各种各样的信息，股市、战争、经济各种各样的。所以其实这些超级大国背后的这些非常强大的这些计算能力，这些 AIDC， 包括 Cloud 的 CEO 说未来可能他认为超级人工智能会出现在数据中心，那这个数据中心毫无疑问肯定是在美国嘛，对吧？对。所以，毫无疑问，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有了绝对的霸权。这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它是不是好事取决于你的立场，你是不是拿美国护照的，对吧？你是不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利益当中能够分得一杯羹？它是一个立场问题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所有人都得接受的一个事实啊。就算你现在假装自己不接受，以后也得接受；你自己以后不接受，以后你的小孩也得接受。然后其实是有一些农场、一些农园，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学怎么育种。对，育种是日本的一些农业当中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水果，像秦王啊，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是他们长期育种的这个得出来的实验品。这个是天然适合 agent 来做的事情。对，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你有蓝莓，你会用 Cloud Code， 你可以尝试看一下，是可不可以让 Cloud Code 自动去帮你去做蓝莓育种。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硅谷是有很多的创新的团队在做所谓的automatic marketing agent。这 marketing agent 不是像以前说你做一个广告素材，然后到处去投广告，不是这样，是在互联网上找到具体哪一个人，给他发短信、打电话、写邮件，甚至直接把礼物送到他家门口。对，现在有 Cloud Code 有这种不断在跑的 agent loop， 你可以做到点对点的1对1的营销。这个尤其是针对于那种客单价比较高的人来说，是非常值得的。